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的 iPad Air 7，官方的名字呢叫做 iPad Air M3 芯片版本。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1、2、3，当当！这里有一枚20瓦的 USB-C 充电插头，然后有一根编织的双 USB-C 数据线，然后我们一起来撕膜。其实这个颜色呢，和去年的 Air 6的颜色应该是没有改变的。整体上来说呢，依然是一款非常漂亮的蓝色，非常浅、非常淡的蓝色，很漂亮。当然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紫色多一点。大家先来看一下外观。iPad Air 这一次升级很小啊，我们直接进入购买指南，把大家最关心的6个问题快速回答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选到自己适合的产品。第一个问题，都升级到哪些环节？第一个升级点，新款 iPad Air 它的芯片从 M2 升级到了 M3， 性能全面提升。M3 芯片还增加了对于光线追踪的支持，在一些专业的软件或者游戏当中呢，带来如现实世界中一样镜面的反射效果。没了啊，就这一个升级。所以说，如果你是刚刚买了 iPad Air 6的用户，心里也不用特别的痛。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平板背面的 iPad 标注文字被去掉了，后盖更加简洁啊，这回真美了。另外有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啊，就是扬声器。苹果官网写着，前代13英寸 iPad Air 呢有2倍低音，但是新款的13英寸 iPad Air 并没有这样的标注，很多用户很担心，这是不是新款的13英寸扬声器减配缩水了呀？这里我帮大家确认了啊，2代扬声器完全相同。iPad Air 6之所以它写了2倍低音，它指的是相比于 Air 5有2倍的提升，而 Air 7没写，则是因为它和前代保持相同。这一次硬件上还增加了一款全新的妙控键盘，新键盘的转轴采用的是金属材质，质感出色啊，不像老款它采用的是硅胶包裹。新款的耐久度提升了，阻尼感非常舒适。新增了一排功能按键，支持各种快捷操作。这一排键盘呢，我在 iPad Pro 上已经使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吧。我个人目前最喜欢的应该是首先亮度调节，第二个就是音量调节，静音。这个位置是进入后台多任务，这个呢是开启快捷搜索，这个短按是开启语言文字输入，长按是呼出 Siri。明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它就弹出在这里了。然后最右边是一枚锁屏按键，触控板加宽，浏览网页上下滚动的时候更加顺手。比如说我们在浏览一些纵向网页这种上下滚动屏幕的时候，更大的一个触控板面积就让这个操作会变得更加丝滑，也更加不受限制。那么问题来了，这款键盘和 Pro 的妙控键盘相比有哪些差别呢？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外观。Pro 掌托采用的是金属材质，告别油污、染色各种问题。不过亲肤性和冬季的舒适性 Air 要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一轮呢算是各有优势吧。第二个差别就是 Air 的转轴要比 Pro 大一圈目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大一圈啊，但事实上就是大一圈啊。虽然说转轴大一圈，但是可视角度上 Pro 键盘要比 Air 的键盘更大。第三个差别，因为转轴增大了，重量也增加了15克。15克虽然说没有特别大的手感改变，但是只要和外出、便携、沾边的产品，那肯定是越轻越好啊。第四个差别 ，Air 的新键盘没有键盘灯，而 Pro 的键盘是拥有键盘灯的。第五个差别，也是我个人觉得把两款键盘彻底拉开差距的一个细节，就是 Air 它的新键盘触控板是一个实体机械反馈，而 Pro 则是通过 X 轴振动马达去模拟机械振动。Pro 的那个键程更舒适，反馈更细腻，而且最核心的是在一些软件当中，当我把鼠标定位在某一些重要的位置，比如说这个视频画面的中分线的时候，触控板会传来一个非常细腻的震动。比如说我现在使用 Final Cut Pro 进行剪辑，然后当我进行裁切这个功能的时候，你看我把它想拖到这个画面，拖到1/2这个画面，大家注意，在我拖到1/2画面的时候，这个触控板会传来一个震动，去提示我现在就是在画面的1/2，这个是真正的软硬件结合啊。Air 这款就不行啊，别说 Air 不行了，目前市面上没有任何一款其他的外接键盘可以塞入一个 X 轴振动马达。除了官方的妙控键盘，罗技也推出了适配新款 Air 的键盘夹，我也测试了一下，优缺点快速说。优点是它可以分体，4周防摔的保护性更到位，触控板的面积更大。
支持背光键盘。截图按键我其实个人是很需要的，因为我认为 iPad 现在无论是机械双按键截图，还是官方这个下滑去截图，整体的体验都没有很好。如果有一个实体按键能直接截图，这个也蛮好的。不足呢，就是它的键盘和触控板的手感都要落后于官方键盘，而且因为它不能悬浮，所以说需要更大的桌面面积来支撑，价格呢也不是很便宜，1899。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Air 新款的妙控键盘是你能在市面上买到做工最精致、细节最到位、阻尼最舒适、外观最好看的 iPad Air 外接键盘了。但是它和 Pro 的键盘只有200块钱差价相比，功能差距是有一点多了。目前这款键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是全新推出的，按照苹果的习惯，再更新大概就要4、5年之后了。所以说，要不你就别买，要买你就早买。以上就是硬件上的一些升级和改变。接下来我们回答第2个问题啊，就是买11英寸还是买13英寸呢？大范围的推荐，如果你的 iPad 更多时间是捧在手上，那么我会优先推荐11英寸。11英寸也是外出携带的第一选择，捧在手上不累，而且双手手持13英寸的时候，你几乎是没有办法打字的，因为你够不到那个键盘。我个人使用这么多年 iPad， 一直会优先选择11英寸这个版本。当然了，如果你更多的时间放在桌子上来使用，我优先推荐13英寸，它的屏幕比例更宽更适合刷网页，纵向内容更多，显示比例更大。刚才我说的呢是针对不清楚自己的使用需求的用户笼统的进行推荐的。如果你有更精准的需求，那么以你的为准。比如说有很强的使用 iPad 看文献呐，或者看扫描收集需求啊，这个是11英寸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字体。然后呢，这边这是13英寸的。在这里呢，我需要说明我选择的本身就是原版书籍字体比较小的这样一本书，用来模拟大家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比如说文献呐，这样本身就比较小的材料。正常的杂志书籍11英寸是完全可以适用的。另外，如果你有更专业的绘画需求，那么13英寸可以提供一个更大的画布，更大画布能够减少频繁缩放所带来的烦恼，帮助你绘制出大师级的画作。今天视频回答的第3个问题，Apple Pencil 怎么选？新款 iPad Air 它支持 Apple Pencil Pro 和 Apple Pencil 青春版。青春版它不支持磁吸充电，不支持压感，不支持侧旋，不支持双捏，不支持轻触，也没有内置 X 轴震动马达。Apple Pencil Pro 它内置 X 轴马达，可以在绘画的时候带来真实的物理反馈。这个细节也让 Apple Pencil Pro 在手写笔市场一骑绝尘。一句话总结Apple Pencil Pro 更适合专业绘画用户，是一款为 Pro 用户量身定制的产品，而青春版呢，则适合书写以及基础的绘画涂鸦。另外，国产第三方手写笔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性价比很高。第三方手写笔它的延迟呢，要比 Apple Pencil 青春版要更差，也要比青春版更容易出现断触。大家看一下，现在这边我使用的是第三方手写笔，这边呢是 Apple Pencil 青春版，同样选择相同的笔数，我用这个笔来进行绘画的时候，现在看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如果对比官方的笔，能看出差别吗？这个位置它是能识别出不同层次的，然后另外呢，第三方它是没有悬浮识别笔触的，第一方它是有这个悬浮笔触的，磁吸的稳定性也要更差一些，但是架不住它便宜对不对？不到200块钱的售价，能够提供青春版大概80%的体验。我自己使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另外，在这里 Apple Pencil 有一个变数就是苹果暑假它会有一个新学期返校活动，大概时间是从7月初到9月这样2个月的时间，只要有教育优惠资格，不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或者教职员工，哪怕你不是老师，你只是一个高校的普通员工，你买 iPad Air，它会免费送你一根 Apple Pencil Pro。所以，如果大家不是那么着急使用新款，你目前手头上的 iPad 也可以正常使用，也可以考虑等一等返校活动。第4个问题对于老款的 iPad 用户，谁适合升级呢？我个人的建议 M1 系列之前的 iPad 用户都可以考虑升级。一个最简单的原因 ，Apple 智能要来了，那 M1 系列之前的设备是无法使用的。M1 芯片版本的 iPad Air 5到今天也正好发布3年了。我认为是否影响换新的原因，一个是你是否需要 Apple Pencil Pro， 因为 Air 5是不支持的；另一个就是你的存储容量是否够用。Air 5的标准版是一个64GB 版本。今天视频的第5个问题，灵魂拷问是现在下单呢，还是等新学期返校活动呢？我以11英寸版本为例，现在官网售价4799元，国家补贴之后呢是4299元，叠加教育优惠之后是3899元，相当于比官网便宜了900块。大家要知道
这可还没有发售啊，12号才正式开卖。而假设现在你在京东去买一根 Apple Pencil Pro 834，比官网便宜一些，也就是说一个平板加上手写笔一起是4733，加在一起还比官网的售价要便宜66啊。那么如果你等待返校活动4个月之后再买呢，它首先会送你一根 Apple Pencil Pro， 同时较优惠能够降到4399。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变数，就是是否能使用国补。假设到那个时候不能使用国补了，那相当于你用4399拿下一个平板一根笔，比现在直接使用国补购买还是要便宜300块的。但是晚用4个月，如果返校活动它可以叠加国补，这就意味着你可以通过花3899去带走一款 iPad Air， 加上一根 Apple Pencil Pro。如果抛开手写笔的话，相当于3000块钱你就拿下 iPad Air 了，这属于可是一只羊薅羊毛啊！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之前从没有拥有过 iPad， 这就是你人生第一款平板，那么完全可以现在入手，4个月也是一个完整的学期呀。日常写字你买一根第3方手写笔就够用了。如果你现在手里有一款 iPad 比如说 iPad Air 4或者5，现在呢也能用，但是就是想置换成新款，那么你可以等待返校活动正式开始，这样预算压力会小一些。第6个最后一问也是经典疑问，就是 Air 和 Pro 我应该买哪款呢？目前 iPad Air 和 iPad Pro 日常使用的核心差别，我觉得有2个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屏幕 ，Pro 有目前最先进的双层 OLED 屏幕，对比度极高，亮度极高，支持高刷新率，可选纳米纹理屏，从方方面面和 Air 都拉开了差距。少部分用户很在意 Air 没有高刷新率，我个人使用的体验，高刷新率呢确实能够让画面变得更加细腻，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其实并不是 Air 和 Pro 最大的差距。Air 的 LCD 屏幕和 Pro 的双层 OLED 屏幕之间的对比度差别，显示黑色的差别，这才是影响这2款屏幕最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你都能够接受 LCD 屏幕它的对比度显示效果，那么并不用把高刷新率放在心上，因为我自己日常在使用 iPad mini、MacBook Air 高强度使用，在刷新率这个环节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第2个影响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解锁Face ID 实在是太无感太丝滑了，指纹虽然很方便，但是还是在体验上要卡一下。这2个环节是日常感知最大的。 Pro 其他优势还包括更强的性能、更多的扬声器、更好的视频录制能力、激光雷达解锁更多的场景、更快的接口传输速度、更薄的厚度、更轻的重量，再加上现在全面拉开定位的妙控键盘 ，Pro 真的就是全方位领先。但是 Pro 它一台的价格能买2台 Air 啊！所以我的个人建议是呢，Air 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用户的绝大部分需求，而且更亲民的价格配合上这个全方位够用的产品性能和体验，这才是 Air 它最大的产品竞争力所在。Pro 是一台旗舰，但是接近1万块的售价，掏钱的时候总会有一点肉疼，对不对？ Air 虽然没有 Pro 那么强，但能给用户一种很强的幸福感。首先，大的包装盒，这就充满了礼物氛围啊。然后多彩的配色，让人心情特别的舒畅。颜色所带来的快乐，这是 Pro 所没有的。3000元档这个档位，如果送喜欢的人一个礼物，一台 iPad 所带来的喜悦，可能要比你送一台3-4千元的手机带来的更多。因为手机往往承担着即时通信的使命，你要回消息啊，你回消息多多少少就会给人带来焦虑。但是，一想到 iPad， 似乎就没有这种焦虑了。它可以记录课堂的笔记，它可以翻看书籍资料，它可以边刷小红书边做旅行攻略，可以边吃着火锅唱着歌，追着最近大家热议的剧集。真的，我很喜欢做 iPad 的视频，因为 iPad 真的是一款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设备。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